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说的是乌克兰军队提前发起豪尔松反攻。8月29号下午乌克兰军队开始向豪尔松地区主动发起进攻。乌克兰卡霍夫卡作战大队8月29号说，顿涅茨克的民兵第109团撤出豪尔松州的阵地，支援他们的俄军伞兵逃离战场。乌军还表示海马斯火箭炮摧毁了几乎所有的大型的桥梁，切断了俄罗斯军队的武器和人员的补充。乌克兰方面这么早就开始豪尔松地区的反攻，多少有点让人出乎意料。双方都想在冬天来临之前结束这场战争，但普遍预计的是乌克兰方面会等到最新一批的美国的军事援助到达之后才会发起进攻。因为美军的这批援助将包括大约30万发炮弹、一批无人机和反炮兵雷达的装备。按照常理，只有在这些装备到位之后乌克兰军队才有可能压制住俄军的炮兵的火力，为自己的进攻创造条件。但是没想到泽连斯基政府和乌克兰军方竟然如此的急切。俄罗斯军队占领豪尔松之后没有继续的向西推进，占领敖德萨港，所以美国军方正在考虑用海运的方式向乌克兰提供下一轮的军事援助。虽然速度慢一点，但是海运的载货量是比较大，可能有几个船次就可以完成这一轮的军事援助。拜登是在8月24号签署命令的，考虑到调运和装船的时间，在8月29号之前美国海军的运输船就是开足马力也到不了黑海。乌军他是凭借着现有的条件反攻豪尔松的。至于反攻战果，今天都出来了。乌克兰与俄罗斯方面攻的情况完全相反。乌克兰方面说自己在3个主要方向取得了突破，攻占了2个居民点。俄罗斯在豪尔松的驻军因为桥梁被摧毁，已经陷入了包围。俄罗斯方面的表态是截然相反。俄罗斯政府派驻到豪尔松的民事负责人表示，从所谓的反攻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个老百姓渡过第聂伯河向东撤退。俄罗斯国防部的发言人表示，在1昼夜内就歼灭了乌克兰军队1200名士兵，摧毁了48辆坦克、46辆步兵战车、37辆其他的装甲车辆。乌克兰军队的第128旅整个投降了。乌军离开既定的预设阵地的反攻，在俄军面前那就是个笑话，这正是俄军想要的。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更靠得住呢？从美国国防部人士的表态看可能俄军的说法更靠谱。乌克兰军的这次攻势很可能是他们自己发动的，并没有得到美国军方的指导或者是支持。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美国国防部认为乌克兰的军事力量不一定能够在南部方向取得成功。五角大楼对这场攻势的前景持谨慎态度，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外交辞令如果乌克兰的这场攻势失败了，美国人是不肯背锅的。乌克兰军队近期用海马斯火箭炮、哈姆反辐射导弹袭击俄军，取得了一些战果，可能就膨胀起来了，连美国人的话都不听了，所以这场反攻恐怕要以失败而告终了。战场上的一切要等到一定的时候才能够看清。俄军不主动进攻，到底是打不动了呢，还是故意等待着乌克兰及其背后支持力量的按捺不住呢？我们分析如果俄罗斯所面对的仅仅是乌克兰，那结果很快就会出来。事实上并非如此。站在乌克兰背后的是美国和整个北约，这恐怕就是为什么俄军老让人觉得没使劲的根本原因。一般来讲，在美国和北约还没有亲自下场之前，俄罗斯当然是不会用尽全力的，他必须要留一个后手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